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雪，欢迎大家观看这一次的《海的梦险》，耶！大家兴奋不兴奋？我一点都不兴奋，就是结束，耶！那可以这么快就结束？欢迎大家观看这一次的活动故事，耶！这一次的格呢是属于闪漫的，所以呢这个闪漫 2.0 呢我有话说，就是呢闪漫 1.0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套装吗？是水母套，对，那个水母套就特别的好看，很可惜呢它抽的格非常的非常的让人非常的感动，哎，好吧。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呢，只要是跟闪漫有关都是属于海洋类的。第一代大家都知道了吧，水母，然后这一次呢是人鱼。大家还记得之前有一个人鱼套吗？啊，不是，之前有一个鲛人套吗？我觉得应该是鲛人套的升级版吧，这一次。而且呢，我仿搭出来的居然，虽然呢有点不相似，不过又很相似的感觉。就是头发没有太飘啦，其实他的头发讲很飘逸，像一个绸带。我看了过后呢，我觉得，这像绸带吗？我觉得像一个涂了大蜡的一个发型，一点都不像海洋。我觉得像海洋呢，勉强可以搞一个水母套的头发，还算像吧。甜米子操作最近的他的套着我有点。怎么说呢，就有点无法言语。然后这一次的歌呢，有免费的120个钻，是不是很开心？但是我要泼一下冷水，就是呢，特别的闪基本上都是抽10赠10，所以呢，基本上都是赠送60抽罢了。对，某个意义上来说，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活动套装吧。这一次的活动套装呢，也是一样，有3种颜色，对。非常的好看，好看是好看了，但是呢，这简直就是像是鲛人的升级版。对的，它的鱼尾其实就是更加像是升级。当然呢，对蝶来说呢，它的最好的亮点就是尾巴。有看蝶发了一大堆尾巴的小故事吗？甚至还把大脑给扇飞了。可见蝶对这一次的套装非常的有自信，而且还非常的自信。但是我觉得还好啦，这个次的套装，要说亮点呢，我觉得卡面才是亮点，简直就是特别好看，真的好好看呢。哎，好吧，这一次的套装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想，就看看过吧。那么我们开始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吧。哇，有海洋过来的感觉，哇，赠送80次共鸣啊！看吧，我都说也没什么好说的嘛，跳过吧。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确实有免费的60抽，但是呢，抽10赠10这个东西嘛，好是好啦，但是呢，你可以不要把那个赠10给算进去嘛，我就非常谢谢你啊。这一次的抽格状况呢，基本上呢，全凭运气，有些人非常的欧，有些人的非常飞，我都不知道这一次是应该会欧还是飞，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句，就是的，新年马上就要到了，1月份的，大家钻石怎么样了呢？现在我已经7000多了，我可能免费抽再多加20抽就会结束吧。毕竟呢，新年歌马上就要到了，新年歌是必须要抽的，因为断套可是很少见的。那么我们开始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吧。瑞英的手写卡片，放假来玩吧。带你们见见世面，有一件你们肯定感兴趣的东西。拜，瑞英。邀请函，致最尊贵的客人，诚邀您莅临迷音海葬拍卖会。本场拍卖会所示藏品只限本次展出，如海上浮光，永世难留。期待您驻足欣赏，共襄盛宴。迷音会所敬上。哇，这个不错呀，嘟弟，按它会怎样啊？好吧，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发生。那么我们开始第一个迷音海葬迷音会所拍卖会场。辉一的珊瑚枝托起银硕的珍珠串，蓝色的宝石王冠在历史中失落于深海。每一件拍卖品都蕴含深海的气息，同时也缠绕着水语言的传说。
与会者衣冠楚楚，一边随意地用常人不敢想象的天价数字拍下长评，一边用淡然而轻渺的语气交谈着。安雅小姐的到来并未引起多大的影响，绅士淑女们只是略嫌弃地看向少女怀中的猫咪。不过有怪癖的贵族并不少见，人们很快移开了目光。暖暖，我肚子好饿啊！这个地方灯光好亮，分秒都要晕过去了。这种上流人士的拍卖会，总觉得有点熟悉，像在落灯的时候，那时候碰到了很大的危机呢。不过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就算有什么事，我们也可以一起应对。但你好像还是紧张，安雅小姐。瑞英迎面走来，少年昂贵的礼服上装饰着深海的秘藏，姿态和笑容都悠闲又随性。说是请我们来玩，这根本就不是游玩的地方嘛，连口吃的都没有。大喵一见瑞英就狠狠呲牙，暖暖则只是安抚地拍了拍大喵。这里的场合太过正式，而且除了利益交换的虚情假意的交流，什么也没有。所以我想，我只能用完成工作的端正态度去应对。至于游玩，我比较喜欢和朋友们参加轻松的派对，很可惜，只能等下一次了。倒是你得心应手的样子，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真不客气，感觉到你们的怨气了。那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这场拍卖会的藏品很不一般。瑞英，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来自深海的珍宝？当然是发动了手眼通天的财团手段。开玩笑的，我的好父亲留下的人脉而已，这些都是水精灵王送过来的。水精灵？你不会要子承父业继续水淹信鸽吧？那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是个商人，只想着赚钱而已。多亏了你们之前在永夜之海的精彩表现，水精灵的禁锢开始松动了。我出资帮他们在潮月期间出海活动，他们送我海洋资源和这些珍宝，反正我不亏。你总是以别扭的方式在做好事啊。这就是你在心里说的我们肯定会感兴趣的东西？那倒不是，这才算什么啊？说是带你们见世面，就真的得见一下才行。瑞一眯着眼睛笑了，随着他的话语落下，会场灯光一暗，只有低声的虚语也都一时安静下来。唯一的灯光照射在会场中心，被帷幕遮盖的巨大容器静静安放在此。依照考究，满面笑容的主持人走到台前，就容许鄙人为诸位贵客介绍本场拍卖会最后也是最珍贵的一件展品。它来自深海，却早已名扬世间。起初，人们在一艘远海的幽灵船上发现它，立刻有人被珍宝的光辉所蛊惑。此后，这件宝藏的奇迹在大陆上的收藏家之间不断流传，迄今已有100年。100年来，它创造了无数神秘的传说，美丽与诅咒密不可分。凶恶的奇迹只会为珠宝增光添彩。有人说它纯洁如天使，带来灵感和财富，也有人声称这是魔鬼的造物，死亡的阴影与它永恒相伴。什么嘛，讲得云里雾里的，我们什么世面没见过。而今民营会所诚邀您在此，得见他的真容。主持人一扬手，厚重的帷幕落下，最后一件展品终于出现在众人面前。透蓝色的孤形灯光射入玻璃柜，宛如切下一小块展示用的海洋，水波荡漾。幽暗的会场中，像是谈吐升起一轮皎洁的月亮。隔着玻璃与人对视的是海中的女神，亦或是精妹。那像个被纯住在器皿中的幻梦，丝绸般的长发以纱旗轻轻浮动，卷起珍珠般的泡沫。那是一条人鱼，如神话般美丽的生物，赤裸而无瑕，尽管周身装饰着无数珠宝，但来自城市的光是贫瘠的，任何浮华都无法与她的容貌相配。
他静静隔着玻璃遥望人群，如一块活着的琥珀。若不是被囚困在透明的牢笼里，几乎下一刻就要化作梦境散去。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震撼于这生物的虚幻与艳丽。大喵直愣愣地望着巨大的玻璃水缸，一下揪住了自己的尾巴。人鱼？这里怎么会有人鱼？喵，这是真没见过。怎么没有见过呀？你不是看过那个，你不是看过鲛人了吗？鲛人也算是个人鱼吧？啊，所以鲛人和人鱼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同吗？那么接下来，枪声与歌，枪声与歌，该不会有人打抢吧？诡异而无声的狂热在会场中聚集，凝视的目光汇聚于会场中心。100万粉钻！不知是谁的第一声竞价打破了史记，拍卖场顿时沸腾起来。500万粉钻，1000万！生物纯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美，激起了卑劣的占有欲。高贵的宾客们撕下了伪装已久的优雅面具，贪婪以竞价的形式不断攀升。隔着盲目而狂热的人群，暖暖看向水中的生物。绝美的人鱼或许并不理解，自己只是出现就引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那双浅色的眼目中似乎什么都没有，只如月光照落般。可是暖暖分明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情绪被某种奇妙的力量接引着向外。人鱼的目光与之交汇，静静回应，眼中的光芒也有着相似的颜色。它分明是有情绪和意志的存在，它是有生命的。你们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物品一样拍卖？就算不是人类，它也有自己的意志。你们这样根本无视了生命最基础的权利。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本喵看不下去！呸！两人一猫的声音在这欲望的喧嚣中显得如此微不足道。若英嘲讽似的拍了拍手，淡淡笑了。太正义了，但对于活在这里的人而言，那条人鱼和珠宝一样，只是罕见的产品而已。清醒的抱怨是徒劳的，数字的竞逐仍在继续，不断有人在竞价中失败，掌握更多财富者沐浴在众人的视线里。在我的一生中，能见识这样一次激烈的盛会，就堪称无憾了。那么，如果没有更高的出价，最后一位产品将归为这位先生所有。主持人深深弯腰，谦卑地邀请最后的胜利者。人群向两边散开，一位老绅士高扬着头走上舞台中央。暖暖想起来，苹果的新闻报纸经常出现他的照片，那是一位热衷慈善的天使投资人。人们称赞他的善心和他的财富一样耀眼。而绅士径直走向梦幻般美丽的人鱼，看似慈祥的脸上，兴奋和贪婪溢于言表。感谢诸位的祝福，我不会独占这份美丽，我将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诚邀在座的所有人共同欣赏。台下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显贵们纷纷向老绅士到处祝贺和称赞。每一道目光中暗藏的妒忌都为他的胜利加冕，气氛即将被推至顶点。可就在此时，一声尖锐的爆鸣突然响起，人群中不知何时射出了一发子弹，朝老绅士直冲而来。看似疏于防备的老绅士，在一瞬间露出猛兽般狠烈的目光，闪身躲开。子弹与老绅士擦肩而过，却正中他身后巨大的玻璃水缸。可怖的裂痕以子弹为中心迅速扩散，随着玻璃碎裂，轰然涌出的水流里夹着人鱼冲出水缸。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是豪门内斗？会场中的安保人员反应迅速，不等袭击者有更进一步动作，就立刻上前夺走了武器，将人按倒在地。
老绅士慢慢擦去沾到身上的水珠，看向被制服在地的袭击者。针对我的人有很多，但我不认识你。袭击者并未回答，甚至没有看着老绅士，只是用一双不甘的眼睛死死盯着倒在地上的人鱼，疯狂嘶吼起来。别靠近他！那条人鱼害死了我的父亲，他是怪物，他只会带来不幸。原来袭击者的目标并不是拥有财富和地位的绅士，而是那条美丽而无辜的人鱼。凄惨的呐喊将人群的视线重新引向离水的人鱼。美丽的生物坐在满地的碎玻璃上，潮湿的鱼鳍和长发微顿晚晴，冰碎的玻璃与珠宝散落周身，目光茫然，可怜又无助。子弹并没有伤到他，只打碎了玻璃牢笼，但他却依然在众人的视线里无处可逃。那个人在说什么？人鱼这么可怜，怎么带来不幸啊？仿佛一瞬的幻梦在此刻破碎，垂着沉默的人鱼忽然扬起脸，眉头微微皱起，露出了人类脸上会被称之为不悦的神情。贪婪、欲望、混乱、杀意，那一切的恶意落入人鱼眼目中的海，终会随海潮返还给人类。如早春时节最柔嫩的花瓣般美丽的嘴唇缓缓张开，露出其中整齐而尖锐的利牙，而后人鱼放声歌唱。那不是人类的旋律，没有音律可言，只是空灵而凄厉。它像夜半时分海潮的降落，幽冷凄厉，带来深深寒意。不仅是寒意，旋律如同实体，像针一样刺入听者的耳膜，一阵阵血雾在空中爆开，会场中爆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这人鱼应该是经历了很多的岁月，而且那个岁月呢，基本上呢是比较凄凉的感觉吧。但是呢，那个袭击者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带来不幸？难道这个人鱼呢，他有霉运吗？接下来最后一个是用梦去向。人鱼的歌声震荡空气，所有听见歌声的人都条件反射捂住耳朵，但那歌声依然穿透血肉，震动大脑神经，带来无法抵抗的痛苦。客人们不顾形象地跪倒在地，耳中流出鲜血，甚至抱着脑袋向地面撞击。只有准备的瑞英平静拿出耳塞戴上，随手也向暖暖和小雪递出2副。怎么也不给本喵准备1副？头好痛啊！本喵第一次被鱼这么折磨。下一次一定。而在此呢一定程度上隔绝歌声，都有4、5的吟唱与人群的哀嚎啜泣混沌，更加凄厉。暖暖却从混沌的歌声中感受到一股特殊的力量，那是降落无常的记忆之海，潜伏在人鱼歌声之中，虽不清澈，却无孔不入。顶着音浪的冲击，暖暖缓缓直起身，试图向人鱼靠近。暖暖，我和你一起去。尽管声音被耳机隔绝，暖暖依然明白了小雪的意识，只是对视一眼，长久以来的默契让伙伴间不再需要更多交流。依然摘掉耳机，暖暖冲向大厅中央，搭配之力绽放出繁星的光芒，与人鱼的歌声共鸣。悠绝的歌声穿透意识，带来剧烈的疼痛，回忆的碎片也以旋律的形式冲入暖暖的脑海中，每前进一步，记忆越发清澈。有人将人鱼圈养在泳池里，日复一日向人鱼倾吐爱语。男人以妻子的名字呼唤人鱼，苦苦寻觅早已病逝的爱人的幽灵。信念否认人鱼是自己的母亲，无休止的咒骂在歌声中刺耳极了。他用最恶毒的言语抵抗欲望，绝不承认是记恨让自己着魔。争吵的声音几乎盖过歌声，
今年要将人鱼放生，与绝望的父亲起了争执。狂乱之中，青年想要杀死人鱼，让一切诅咒归零。这个青年是刚才的袭击者，察觉受到生命威胁的人鱼，启唇歌声，彼时的歌声与此刻的歌声交汇。更恐怖的灾难出现了，父亲被青年推入泳池，再无声息，落荒而逃的青年也失去了踪迹。酿成灾祸的人鱼被一群黑衣人带走，新的阴谋被酝酿，他被送给瑞英，作为一个致命的礼物。瑞英的欲望阴森恐怖，仿佛深不见底的寒潮，它并不指向人鱼，而是对准整个世界。人鱼的意志再度陷入黑暗，最终被带来这处拍卖会场。无论在回忆的哪一幕，都是人类自顾自将它卷入自己的戏剧。欲望、恶意，而以它无关的感情投射在人鱼身上，他能做的只是用歌声保护自己，强忍着回忆碎片刺入脑海的痛苦。暖暖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终于走到人鱼面前。人鱼见到拼命朝他靠近的人类，本能地流露出防御和抗拒。滚落的歌声越发凄厉，如断裂的琴弦在空中发出尖啸。暖暖的眼目因疼痛而湿润，可却依旧含着真诚的笑意，看不出一丝欲望的杂质。我对你没有恶意，也不会伤害你。暖暖俯下身，粉色的长发像是春日最柔软的花瓣和暖风，拂过人鱼的脸颊。而后他伸出双臂，抱住了这个在人类世界中无所适从的生命。所以，停下吧。人鱼忽然正愣住了，无底的欲望与恶意并不会让他动容，但温暖的拥抱过于陌生，它像是一时间无法解读其中的含义。歌声一瞬间停止，人鱼也像失去了力气般萎顿下去，开合的嘴唇艰难地吸气，浅色的明目逐渐暗淡下去。糟糕，缺水的人鱼要窒息了，帮着我来。抽头的脚浇下水流，将人鱼和暖暖一起淋得刺透。暖暖回过身，看到小雪举着刚刚倒空的水盆。抱歉，你们抱在一起，我只好这么做了。还好，看起来人鱼只是失去意志，但暂时脱离危险了。世界平息的会场一片狼藉，高贵的绅士淑女们都狼狈地倒在地上。晕头转向的大喵被瑞英一把拎起，扔到小雪怀里。不错不错，我就说你们肯定有用。你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了。他的歌声有很大的杀伤力，有人想用它来报复我，不过失败了。我才不想把这种危险东西留在身边。不过你们肯定对它感兴趣吧？我可以直接送给你们，反正神庙应该有对付它的经验。你肯定没安好心，本喵再也不会轻易相信你啦。真的没有，不然拍卖继续。意外的事故袭击只会让它的价值更加昂贵。你们也可以试试和这些万恶的有钱人同台竞技，账单可以直接寄到神庙。瑞英不紧不慢地环顾四周，嘴角的笑意依然从容，笃定神庙不会放过这么危险的生物不管。如果我们不答应的话，瑞英肯定做得出来继续拍卖这种事。我不能接受将人鱼当作物品一样拍卖，它不能留在这里。暖暖看着怀里昏迷的人鱼，他在令人安心的怀抱里，双眼紧闭，周遭的一切仿佛只是一场遥远的噩梦，却随时觊觎着重新将它吞没。而且我也不希望他再遭受记忆里那么痛苦的事情了。那就带回索菲亚吧，专门的事项交给我们这种专业的组织处理更好。讨论好了吗？结果怎么样？他会由索菲亚组织接收。不过瑞英，这才是你特地叫我们过来的真正原因吧？小总裁终于笑起来，唇间的虎牙若隐若现，仿佛只是以朋友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毕竟你们是专业处理麻烦的，不是吗？
你怎么这么会算计呀？你既然要送给我们，那就不要搞一个拍卖会场嘛，直接送给我们就好了嘛，搞这么复杂的东西干嘛呀？但是呢，商业的东西我咋懂呢？而且整个会所，他也要说服的嘛。好吧，这个瑞英看似整天开玩笑，实则心地善良。好吧，还这个善良，人鱼并不了解。好吧，那么这一次的故事就此结束了。故事是真的挺精彩的，我的声音也快没了。为什么一话故事这么长啊？那么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就此结束了。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在下方留言、按赞、分享出去，还有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和打开我亲爱的小铃铛哦。大家的钻石记得保住哦，抽免费的就可以了。那么，拜拜。